我嫁给顾晨时，并不知他已有心上人。成婚后，他心上人李玉燕服毒自尽。顾晨逼我跪在他的灵前忏悔。那时我已有身孕。后来我失去孩子，他领着一位同李玉燕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入府。我才知他设计假死为李玉燕换了身份。我提出和离。顾晨冷漠道：和离？你我是皇上赐婚，你想天下人看我的笑话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嫁入宁王府的那天，我满心欢喜坐在喜床上，等待心上人来掀红盖头。我枯坐许久，婢女杜鹃已经打了不下10个哈欠。杜鹃，外面的宾客都散了吗？禀小姐，都散了。为什么顾晨哥哥还不进来？是不是喝醉了？杜鹃，你去看看。杜鹃走到门边，刚打开门，顾晨醉醺醺地冲进来，带着数9寒冬的凉气，我的身子微微发抖。王爷，出去，把门关上。顾晨的声音冷如冰窟。杜鹃识趣地退下。门板合上的一瞬，顾晨大步走过来，一把扯下盖头。我慌张地仰起头，小声唤他：顾晨哥哥。他粗鲁地撕扯我的喜服，力气太大，我头上的凤冠跟着掉落，镶嵌在上面的珍珠散落在床上，硌得我的背很痛。我不知所措地忍受着顾晨的粗鲁动作。滚烫的胸膛贴过来的一瞬，我有些害怕，双手抵在他胸前。不要！他深邃的双眸淬着寒冰般地看着我，冷若冰霜道：你不是最喜欢我了吗？否则怎么会央求皇上赐婚？现在怎么又不许了？欲擒故纵是吗？陆婉晴，我从未想过你如此心机深沉。顾晨的话，我一个字都听不懂。我隔着雾气注视他棱角分明的脸，滚烫的唇落下的一瞬，我的心砰砰乱跳。很快，我被顾晨掠夺了呼吸，刺痛感蔓延，我忍不住哭了出来。他的动作一点也不温柔，像在惩罚我。结束后，我浑身像是被巨石碾过，无力地趴在床上。顾晨坐起来，穿好衣服，衣着整齐地站在床边，声音阴冷道：你要的我给你了，以后切莫再耍心眼。那时我根本不明白我做错了什么，他为什么要恨我。第二天才从嬷嬷口中得知，顾晨有一位心上人。我们成亲的当天，他服毒自尽，昏迷不醒。顷刻间，宛如惊雷平地起。原来我们之间早已有了第3人。我是大将军的嫡女，顾晨是先皇最年幼的皇子，生母出身卑微，不得先皇重视。我们自幼青梅竹马，两心相许。秋显那日，我替太子挡了一箭。皇后感恩于我，要赐婚，问我可有心仪的儿郎。我的眼神瞟向坐在对面顾晨，皇后了然。隔天赐婚的旨意便送到了将军府。我以为我们是金石良缘，不成想顾晨偷偷喜欢上了别人。嬷嬷说，顾晨的心上人叫李玉燕，她原本也是官眷。2年前他父亲私吞军饷，男的流放，女的贬为奴籍，发卖到私教坊，身份地位太过悬殊，他们2人只能暗中来往。了解内情后，我顾不得礼教，新婚第2日便回了将军府。我哭着求母亲帮我去退婚，无论和离还是休妻，我都认。母亲抬手便给了我一记耳光。你父亲老了，体弱多病，已上不得战场。你弟弟年幼，前程未卜。这婚事也是你自己求来的，堂堂将军府嫡女，才新婚1日，你便认输了吗？婉晴，你父亲也年少轻狂过，为何最后只有我留在他身边？夫妻要想长久，靠的不是情爱，而是一个字，忍。忍到最后，你便是赢家。我能做到，你是我的女儿，你也应当做到。就是算是死，也得给我死在宁王府。母亲逼着我回到宁王府。2个月过去，顾晨一直没有回来。听闻他已派人在全国寻找神医，想要救治李玉燕。终于有一天，顾晨回来了。他说李玉燕不治身亡。霎时，我如一滩烂泥一样跪坐在地上。我真的以为自己间接害死了一条人命。顾晨把我带到李玉燕的灵位前。你要是真的知错，便跪在这里好好忏悔，我没让你起来，你不许起来。他的声音比屋外的风雪更加冷漠无情。我跪在李玉燕的灵位前，
屋内没有生炭火，门敞开着，寒风跟刀子似的刮在我身上，泪水呼在脸颊，冻得我满脸通红，刺痛的寒凉侵袭四肢百骸。我一遍遍地弯腰磕头，没有人来替我求情，连杜鹃想送件披风进来，都被护卫打得皮开肉绽拖了出去。我祈求天香的嬷嬷找位郎中给杜鹃看看伤。嬷嬷为难道：“奴才们都是看主子的脸色行事，现下王爷正在气头上，他没有吩咐，我们也不好。”寒风狮吼一般穿过我耳畔，我冻得已经听不见他的声音。从日暮西沉到天光破晓，顾晨从头至尾没来瞧过我一眼，我的心像被人狠狠地剜去了一块，痛到窒息。第3日，我便没有知觉。我昏倒前看见自己的裙底泛出层层鲜血，再次醒来，只听见太医摇头叹息：“王妃腹中的胎儿保不住了，还请殿下让王妃早些服下这碗药，排出残胎，便于以后怀孕。”顾晨用力地踹了2下门槛，听见屋内的动静，大步走进来。他冷漠地看着我，厌恶道：“陆婉晴，你真的太蠢了，自己有了身孕都不知道。”我支起轻飘飘的身体，泪水决堤：“都是我的错，你没有半点错吗？”他冷冷一笑，婢女端着药走进来，小心说道：“王妃，太医嘱咐，此药要趁热喝。”我饮下药，腹痛如刀绞，很快下面有温热的液体流出来，我亲眼看着腹中骨肉化作一滩血水。我以为这段婚姻只剩一个忍字，直到顾晨将一名与李玉燕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带回来。顾晨说她叫云燕，可我在书房见过李玉燕的画像，她和画上的女子一模一样。这世上不可能有如此相似之人，除非她就是李玉燕。安顿好那名女子，我第一次跟着顾晨来到她的房间。她扭头盯着我，语气里充满了戏谑：“怎么啦？吃醋了？她就是李玉燕，对吗？”顾晨眉眼一凝，紧张地合上门：“陆婉晴，你不要胡说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你设计她假死脱身，为她买了良籍，就是要纳她为妾，对吗？”我每说一个字，就好像有人用锐物凿了一下我的心脏，一抽一抽的痛。顾晨微微挑眉：“是又如何？云燕从头到尾所求只有留在我身边而已，不像你贪心虚荣的想要宁王妃之位。”一时间我觉得浑身寒凉刺骨，不禁冷笑：“你觉得我是贪慕你的权位，才让皇后赐婚的吗？不然呢？”顾晨侧过脸来，不屑一顾地盯着我。我质问道：“你不想娶我，明明可以拒婚，你为什么不？李玉燕没有死，你为什么要我跪在她灵前忏悔？”顾晨：“那是我们的孩子啊。”顾晨黑眸中一片冰寒，言语讥讽道：“拒婚？你想太多了。我是洗脚必生的孩子，能给我一个王位，封我一座宅邸，便已是皇兄仁慈，我有什么拒绝的权利？况且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了身孕，孩子的事你怎能怪我？”我踉跄地往后退了一步，如鲠在喉，实在想不通，为何自小一起长大的情谊说变就变。我并非是大将军的亲女儿，只是一道求子灵符。我是孤女，慈云寺的方丈见我可怜，施舍我饭菜。为了感谢他，我日日清扫寺庙门外的石阶。陆将军夫妇成婚多年无子，来庙里求签。方丈看完签文，游说他们先收养一个孩子，以后便会有自己的亲生子。恰好我从门外路过，他们将我带回家。第2年，陆夫人产下一名男婴。母亲嫌我在家里碍眼，便送我去太傅书院。本意并不是想我学有所成，书院里都是皇孙贵胄，他们都知道我的身世，嘲笑我是捡来的，不配与他们同桌学习。我的脸被他们画花，手臂被掐得浑身青紫。府里的嬷嬷心疼我，却也帮不了我，只能给我几颗糖莲子。小姐，吃点甜的，便没那么难过了。顾晨同我一样被安排在最角落的座位，他从未欺负过我，甚至会帮我，确认他对我没有恶意。我与他分享糖莲子。岁月艰难，顾晨曾是我人生里唯一的甜，可不知不觉，这份甜都变了味道。那天之后，顾晨命我禁足，宁王府上下对我尽是鄙夷与嗤笑。一个将军府的养女也敢攀扯王爷。王爷生母虽然卑微，
好歹也是先皇的血脉，他哪里来的脸？若是论起出身，他还不如云姨娘。姨娘如今才是王爷的心尖宠，他院子里的差事，我们少管为好。不好吧？再怎么也是皇后赐婚，皇后赐婚又怎么样？进了宁王府，王爷说了算。我的泪无声地落下，心中郁结难舒，病倒了。杜鹃的身体刚好，又要熬更守夜的照顾我。夜里我发烧不省人事，杜鹃跪在床边，一勺一勺的药送到我嘴边。杜鹃，别管我，去休息。奴婢不累。院子里的人都被王爷换了，小姐的药若经旁人的手，我不放心。可你的伤才刚好。杜鹃泪水连连，声音酸楚道：小姐尚未出小月，便为我四处寻医。没有小姐，杜鹃早就死了。我这辈子会拿命来护小姐。我虚弱的抬手，想替她拭泪，手至半空，又滑了下来。我实在没了多余的力气。杜鹃着急忙慌地跑出去，咚咚咚地敲院门，护卫大人开恩。小姐高热，我喂了药也不见好转，求求你们快去通知王爷，请太医来瞧瞧。他如泣如诉，换来的是护卫冷漠的声音。夜深路重，王爷与姨娘已经睡下了，奴才们可不敢在这时惊扰主子，只能辛苦王妃忍一忍，待王爷醒了，奴才们再去禀告。忍？怎么忍？若是王妃出了事，你们担当得起吗？门外一阵轻蔑的冷笑，再无回应。杜鹃失落地走回来，她为我又加了2床被子。小姐身体滚烫，却浑身寒战。小姐一定要撑下去啊！此时我已经说不出话来。天空泛起白边时，我失去了意识。再次醒来，顾晨尖锐的声音响彻整个院子：你们是怎么伺候主子的？王妃病得如此厉害，为什么没有人来禀告？王爷息怒，奴才们有提醒王妃，可王妃不听，奴才也没有办法。你胡说！是杜鹃反驳的声音。杜鹃姑娘，奴才可是王府的旧人了，你可不能仗着王妃的宠爱就冤枉我们啊！就是，要论责起来，杜鹃姑娘是王妃的贴身婢女，你责任才最大。众口铄金，杜鹃百口莫辩。顾晨明显有些不耐烦了，他说：好了，以后记住，王妃有事一定要来禀告本王。奴才遵命。须臾，脚步声渐近，顾晨的身影停在门外，被云燕叫住。王爷，妾身有一个提议，不知可行与否。燕儿，你不妨说说看。姐姐身子孱弱，不如管家之事由我暂代，待姐姐好之后再来料理府务。可你身份特殊，我不想。王爷放心，只是些内务而已，对外还是以姐姐的名义。那这些日子辛苦你了。待云燕走后，顾晨迈了进来，他站在离床不足半尺的地方，悠悠地望着我。我余光瞟见他复杂的眼神，干涸开裂的嘴唇张了张，声音微弱又细小：放我走。顾晨冷哼一笑：走？你一个弃妇，离开了宁王府，还能去哪儿？你对陆家再无注意，你的养父母还会接纳你吗？你既已嫁入宁王府，你我夫妇变为一体，安心在府中养着吧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他沐浴着清寒的晨光，高贵不可亵渎，长袖一拂，转身离开。后来杜鹃打听到，云燕已经暗中收买了除他以外我院中所有下人。小姐，我们去告诉王爷吧。王爷不是傻子，云燕所做的一切都是他默许的，我只是空有一个王妃之位而已。我望着苍凉的院子，一墙之隔，云燕那边却是丝竹悦耳，欢声笑语。王府的下人们最会审时度势，他如今比我这个王妃过得还要体面。自从云燕得了管家之权，便再也没有给我院里拨月钱。我与杜鹃靠着陆府带过来的嫁妆度日，倒也平静。今日雪停了，一片晴好。我抱着养了好几年的白兔，坐在窗边晒太阳，手一松，白兔一跃从我膝上跳下去，一路跳出院子。自从病愈之后，顾晨便没再让我进族，只是不许我出宁王府。我追着白兔一路追到后花园，一心想着快点抓住它，没看清前面的路，猛然撞进一个清冷的怀抱。顾晨抱住我的一瞬，眼眸骤亮：当心，看着路。
我在他怀里挣扎着站稳，白兔跑了。他递给身边的侍从一个眼神，侍从转身去叫人帮我抓兔子。没一会儿，白兔便回到我怀抱。顾晨有一下没一下地摸着它的毛，指腹与我的手轻轻摩挲。没想到你养了它这么多年，原来他还记得。这只白兔是顾晨第一次去猎场猎回来送我的，我一直悉心养在身边，出嫁那日一并带来过来。如今肃静冰冷的宁王府，他与杜鹃已成为我的慰藉。我抬起眼眸迎上顾晨灼热的眼神，心慌了一瞬，转身一路小跑回院子。当天晚上，顾晨醉醺醺地闯入我的院子，他捏着我的手腕，双眼通红地问我：婉晴，你还在和我赌气？赌什么气？怪我让你没了孩子。霎时间，失去孩子的痛感又泛上心头。顾晨继续道：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已有你怀孕，我只是想帮云燕脱离奴籍。她在私教坊吃了许多苦，我的确是心急了些，我担心她撑不下去。他哽了哽喉，云燕与我有救命之恩。我偏过头，心如同坠入冰窖，你们的事我不想知道。半晌，顾晨弯腰打横抱起我，我发疯一般捶打他的胸膛。王爷放手，你喝醉了。男女力量悬殊，我被他压在床上，急得热泪直喷。怎么可以？他怎么可以爱着另外一个女人，却要和我？我的心脏又紧又疼。顾晨停下动作，双手撑在我身体两侧，他眼眸里簇着两团火苗。我双手抵在他胸前，顾晨潮热的气息逼近，温度在我脸上疯长。可我的大脑和身体却像掉进冰湖那般寸寸结块。顾晨没有半分要挪开的意思，他一只手擒住我，另一只手徘徊在我腰间，轻轻拉扯我的衣带。他墨黑的眼睛，浓密的压结，一寸一寸蛊惑着我的心。孩子的事是意外，若你想要孩子，本王可同你再生4、5个。只要你做到一件事，做好宁王妃，同云燕和睦共处。他身份特殊，不便抛头露面应酬。他眼中的戾气淡去，变得陌生柔和。恍惚间，我以为从前的顾晨哥哥又回来了。直到他说最后一句，我的心渐渐沉到谷底。四目对峙，我双手抵在我们之间，不许他更进一步。半晌，院外传来云燕婢女的声音：王爷，姨娘腿疾又犯了，痛得直冒冷汗，你快去瞧瞧。顾晨无声地叹了一口气，直起身子，淡声道：云燕的腿疾是因我而得，我必须去瞧瞧。他好像在同我解释今晚为何会离开，可我毫不在意，甚至松了一口气。翌日，我睡到正午才起来，厨娘正好进来传午膳。往日的饭菜清汤寡水，多亏杜鹃拿我的嫁妆为我开小灶。今日餐桌上平白无故多了一盘肉，我举起筷子尝了一口，不像是寻常猪肉。开口问：这是什么菜？启禀王妃，是鲜炒兔肉。我心脏猛地一抽，云燕已经踏了进来。她面容娇艳，一双深沉无两的眼眸暗光流转，微微牵起嘴角。姐姐，兔肉好吃吗？我摔下碗筷，对杜鹃说：白兔呢？可在笼子里。杜鹃3步并作2步去瞧，面色惨白的回来，冲我摇摇头。我转身瞪着她，攥紧手心：你杀了我的白兔。云燕面色漠然，眼中迸发出恶狠狠的光芒：都是你自找的。我父亲曾是一品官员，我的出身并不比你低。那日先皇位立遗诏，骤然薨逝，皇城乱作一团，有人想趁乱谋害皇子。是我偷偷将宁王殿下藏在马车上，冒死将他送出去。为了摆脱追兵，我的马车险些坠下悬崖，我的腿便是那时落下腿疾。我与王爷互生情愫，是你仗势欺人，抢了我的王妃之位。我以为王爷敲打你这么多次，你会安守本分，没想到你卑劣到要用一只兔子来争宠。他的声音不自觉的尖锐，我一把揪住他的衣领，扬手甩了他一个巴掌。若不是他的婢女阻拦，我恨不得将眼前这个女人撕碎。云燕拉开与我的身距，递给身边人一个眼神，那名婢女放下手中的纸盒，打开盒盖。我目光一凝，浑身发麻，雪白的皮毛被人硬生生地扒去，上面还沾了鲜血。我举起手，
摔碎桌上的茶盏，举着尖利的碎片想杀了他，再把他扬灰挫骨。云燕明显有所防备，他们人多势众，将我拦下。倏然，门外响起顾晨冷冽的声音：“闹什么闹？”云燕阴狠的脸色立马变得柔和，她跪倒在顾晨面前，哭唧唧地说：“是妾身不对，今早厨娘来报，说抓到一只兔子，问我想吃什么味道。我想着与姐姐一同分享，唯丞相这只白兔是姐姐爱宠，云燕便来向姐姐认罪。”她哭得梨花带雨，楚楚可怜。我嘶吼道：“一派胡言！你分明是故意的，觉得我用白兔来争宠。王爷明鉴，云燕别无此意。”云燕仰起头，露出脸颊上红红的巴掌印。顾晨蹙眉道：“燕儿，你的脸。王爷不要责怪王妃，她是气急了才打我的。”他咬了咬唇，半低着头，眼底凝着压抑的恨意。顾晨弯腰扶起他，满眼皆是怜惜：“你腿不好，不要随便下跪。”他扭过头来对我说：“不过是一只白兔，等开春后，本王再去给你猎一只。”不过一只白兔？我牵了牵唇，似笑非笑，心痛如万箭穿心。顾晨淡淡的睨了一眼我，扶着云燕出了门。直到房中只有我与杜鹃二人，我彻底的瘫软了下去。杜鹃，找个地方把它埋了吧，我不敢去看那个纸盒一眼。好的，小姐。再给我准备纸笔墨。小姐要什么？我要和顾晨和离。我亲手写好和离书，送到顾晨面前。他坐在主位上，略有深意地望着我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是我毁了王爷的大好姻缘。如今我已想通，恳切王爷签下这份和离书，你我一别两宽。顾晨骨节分明的手捏着和离书，指尖用力到发白。他眉头深锁，嗓音暗哑道：“男人三妻四妾再寻常不过，婉情莫非你觉得我后院只能有你一人？云燕她从未有过僭越之心，你是宁王妃，她只是个妾而已，为何你不能大度一点？”顾晨将和离书撕得粉碎。以后不要再提和离之事。我与你有年少之意，云燕与我有救命之恩，你们都同等重要。待你身子康健，我会把管家之权交给你，你现下只需好好养着，日后为本王延绵子嗣。我默然笑了。顾晨蹙眉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我笑王爷自幼长在深宫，见多了阴谋诡计，却没办法分辨枕边人。他眼神骤然一顿，深深地看着我。我继续道：“云燕要的是王爷的独宠，不是我容不下他，是他不甘与我分享夫君。他的手段心计，王爷想必再清楚不过，可你每次都是轻轻接过。你的心已经偏向他了，何故还要将我强留在身边？”忽而他拍桌而起，眼神盛怒道：“你我是皇上赐婚，如此轻率和离，莫非你要天下人看我笑话？”顾晨走到我身后，双手揽住我的肩膀，直勾勾地盯着我。况且婉情，你对我真的就无半点情意了吗？我撇开他的手，绝无。顾晨难以置信地往后退了一步。我转身踏出门去。和离书而已，他撕碎了，我可以再写，写到他签为止。宁王府终究困不住我。我前脚回到院子，后脚管家便来知会我们，顾晨要为云燕扩建院子，搭一个舞池，我们要搬去西院。为什么要王妃搬？王爷说姨娘腿脚不便，不好挪动。腿脚不便还修什么舞池？莫不是在私教房缝衣线妹惯了？大胆区区婢女，竟敢口出狂言，指摘姨娘。云燕和她的婢女走了进来，一把按住杜鹃：“来人，掌嘴！”我上前阻拦：“住手！杜鹃是我的贴身婢女，要罚也该我来罚。姐姐别怪妹妹无情，若是姐姐来管教，外人会说我们宁王府御下无方，会说姐姐偏私的。”我将杜鹃护在身后，我说不许便不许，我是宁王妃。几名家丁为难地看着云燕：“给我打！谁敢？打他如同打我，你们担得起这罪名吗？”云燕语塞，她缓了一口气，阴冷道：“打不得总归要罚的。杜鹃，你就跪在这棵树下，没有我的吩咐不许起来。”她临走时悠悠地看着我道：“姐姐可不许徇私哦。”待云燕走出院门，我一把将杜鹃拽起来：“我写封信，你帮我送去给皇后。”
如今要想早点离开这里，能帮我们的只有皇后了。好，快去快回。杜鹃出府，一直到天黑都未曾回来。我搬到了西院，是整座王府最僻静的角落。黑沉沉的夜，仿佛无边的浓墨，令人发颤。我坐在院门口，望向通往大门的方向，一直没见到杜鹃的身影，心中隐隐不安。快到3更时，杜鹃被王府的护院押了回来。顾晨神色肃然地立在我面前，他身后的云燕一脸得逞阴冷的笑。我意识到事情不妙，下一瞬，他们当着我的面将杜鹃按在长凳之上，一杖一杖地打下去。你们干什么？我扑过去，压在杜鹃身上。护院停手，顾晨大步走来，一把将我拽起来，继续打。给我把王妃绑起来。本王今晚便让府中所有人好好认清楚，在宁王府谁才是真正的主子。杜鹃胆大包天，居然跑去皇宫想要告状。棍杖一下落在杜鹃的皮肉上，鲜血浸满了她的衣裙，她额头泛着细细密密的汗珠。明明痛到没有说话的力气，她却仰起头，朝着我的方向做了个口型。她叫我不要哭。方才我的嘶吼声太大，顾晨已经令人堵住了我的嘴。我绝望地挣扎着，身上的麻绳困得太紧，终是徒劳。一道惊雷伴随着闪电划破天空，云燕懒懒地扯了一下顾晨的衣袖，王爷，快下雨了，我们回去吧。顾晨冷漠地瞧了我一眼，命人停了手，为我松了绑。我爬到杜鹃身边，手轻轻一抚，全是血，豆大的雨滴砸下来，我的心沉了又沉。来人，快去找郎中。院外值守的人闻言并未动身。杜鹃姑娘是受罚，受罚哪儿有请人医治的道理？放肆！我心急如焚，若不去请，我今日要了你们的命。他们淡淡地撇了下唇，依旧宛若未闻。我拔下头上的布摇，戳在脖颈上，若你们不去请，我死在这儿。我是太子的救命恩人，是将军府的嫡女，是皇上赐婚的宁王妃，我死了，你们也活不了。二人脸色厉变，赶紧跑去请郎中。我撑着雨伞为杜鹃遮雨，她的伤太重了，实在不宜挪动。杜鹃轻轻地牵了下我的裙摆，示意我蹲下来。她气息微弱，嘴角带着笑意。小姐别哭，你要我送的信我已经送出去了。小姐，你很快便自由了。傻杜鹃，我脸上已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。郎中来了，我们几人一起把杜鹃挪到房里。这几日我都守在杜鹃房里，上药喂药。杜鹃伤好的这天，皇后的懿旨也来了。她召我入宫，接我的马车就在宁王府外等着。我领着杜鹃一同登上了马车。小姐，太好了，我们终于不用留在那个魔窟了。我望着越来越远的王府大门，心想，真的吗？皇后只能护我一时而已。自打我搬到皇后的凤鸣宫，顾晨便天天来后宫问太后安。他总是在问安之后徘徊在凤鸣宫门口。皇后的贴身嬷嬷道：殿下，您是外男，这样往皇后宫内张望，总归是不好的。他尴尬地离开。隔日，太后便设宴，我也在名单之上。和蔼的太后坐在正座上，顾晨就坐在我对面。许久不见，他憔悴了许多。太后沉声道：阿晨，先皇如今就剩下你与陛下2个血脉了，陛下的嫡子都已经快10岁了，你也得抓紧为皇室开枝散叶。母后，儿臣尽力。太后眉眼带笑地看着我，阿晨幼时，我也只是个才人，地位低下，无法护他。我知你夫妻2人有间隙，可既为夫妻，已经是天赐的缘分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莫让人看了我们皇家笑话才是。我还未来得及反驳，太后又看向顾晨，依我看，你府上那个妾室，一进门便搅得家宅不宁，趁他还没有孩子，早些打发了才是。你虽是夫君，在这事上做的的确不对，应当同婉晴好好道歉。儿臣知错。如今天下安泰，哀家只求子孝媳贤，儿孙满堂。我知道这是对我的敲打。顾晨肯定向太后求了情，让她出面劝我回去。皇后默不作声，我懂这事已成定局。收拾好细软，我登上了回宁王府的马车。一下车，顾晨便拉着我的手
来到东边一座崭新的院子。你不在这几个月，我已经命人好好休憩，都是按照你的喜好来的。婉晴，你喜欢吗？我望着布置精美的卧房，说不出来半分喜欢。殿下要掩耳盗铃多久呢？我们的感情早就变质了，回不去了。顾晨的眼神暗淡了下去。自你走后，我想过很多，我与云燕只有恩情，并无爱情。我喜欢的人是你，婉晴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我摇摇头，不好。我已将云燕送去了京郊的庄子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好好相处，一起做一对寻常的夫妻。殿下，我只想和离。我目光坚定地望着他。顾晨的胸膛剧烈地起伏了几下，半晌，他掀翻案桌，桌上的茶盏碎了一地。他猩红着双眼瞪着我，为何？本王已经够低声下气了，你还是不肯？莫非你要我跪下来求你？我默不作声。他反而更急，一步一步逼近，我一步一步往后退，直到我的背底弄衣柜。顾晨的手掐住我的脖子，手背青筋突起，发狠道：进了我宁王府的人，除了死，休想出去。我踹不过来气，他方才松手。临走时，他如同疯魔一般撂下话：你这辈子都别想离开我。可我心中早已有了办法。我暗中将剩余的嫁妆偷偷变卖，换成了现银。杜鹃没有跟我回府，她会在外面接应我。离府的那天，恰好是顾晨的生辰宴，久未露面的云燕也回来了。原来他根本没有去什么庄子，顾晨在京中另外为他置了一座宅子。他进府的第一件事便是来我院子里挑衅。姐姐还是比我高明，懂得用这招欲拒还迎，勾得王爷心神不宁。妹妹承让，我毫不畏惧地迎上他的视线。约莫是我的反应不在他意料，他脸色一尬：姐姐莫要怪我心狠，若是你跟我一样，家道中落，沦落私教坊，挨打受恶过，也会要争要抢。至少我不会伤害无辜的人。我直白地看向他，他约莫觉得无趣，转身走了出去。听闻云燕的舞池已经修好，今晚他要登台献舞。丝竹声响起的一瞬，我将事先藏好的枯草抱了出来，在上面泼上发油，将火折子一掷。整个宁王府的人都在前院忙得不可开交，火势大到无法收场，才有人大喊：来人啊，宁王妃的院子着火了。顾晨心安排给我的婢女急匆匆地跑出去：殿下，方才王妃用了安神汤，正在屋内睡觉，她快救王妃。此时他们口中的王妃已经换上了婢女的衣服，混在滚滚浓烟里面，悄无声息地出了王府。顾晨说的没有错，我只有死才能离开他，那我便死给他看。我的卧房里面躺着一具我买来的女尸。1个月过后，我与杜鹃已经逃到一座江南小镇，隐姓埋名开了一间面馆。每天关门前，我都会煮好一大锅面，等小乞丐们来吃。看见他们，我便想起我在慈云寺的那几年，衣衫褴褛，吃了上顿没有下顿，是我从前人生里为数不多自由自在的日子。杜鹃问我为何会想到纵火逃走，我回想起许多年前有一次太傅书院着火，所有的皇孙贵胄们都被救了出去，只有我的裙摆被碾在案桌下，在滚滚浓烟里哭得泣不成声，也无人来救。是顾晨不管生死的再次冲进火场，就出了我。那时我便对他芳心暗许，始于火，终于火。听闻宁王府的那场火烧毁了整座府邸，冲进火场救妻的宁王被倒下来的火星子烫伤了脸，自此毁了容。他成日疯魔般地寻找他的妻子，可是人都说他的妻子已经死了，而他府中的那名妾室带着所剩不多的财物逃跑，半路上遇到了劫匪。官兵发现时，他已经是一具腐烂的尸体，倒挂在破庙的房梁之上。有经验的仵作说，许氏生前受了非人的折磨，尸身不全。我听到这些，全当戏文。连日来的阴雨逐渐放晴，天空露出淡淡的蓝色，洗净尘埃，宛如新生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